在书房定下计策后，陈少行动迅速。他首先联系了家族中负责情报收集的堂兄陈明，一个在江湖中拥有广泛网络的人物。明兄，你最了解江湖中的事了，我需要你给叶枫提供一些帮助。陈少电话中说。陈明挑了挑眉，笑道：“小少爷，你计划要做什么？你知道叶枫最近的名声可不小，这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物。”陈少不以为意：“我知道他不简单，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利用他，制造一场紧急事件，然后利用叶枫的英雄主义让他介入。你觉得乔布斯镇的那个小帮派怎么样？正好可以利用他们制造一点动静。”于是陈明找到了乔布斯镇的小帮派头目，阴险的脚技使得这个头目很快就同意了提供帮助。另一边，陈少通过痞子老大联系了街头的一些小混混，安排他们在叶枫常去的茶馆附近闲聊，散布关于乔布斯镇事件的消息。听说了吗？乔布斯镇那边大事不好了。一个小混混故作惊讶地说。啥事？另一个满口京腔的混混接话。他对这种街头八卦总是津津乐道。那帮派好像惹上大祸了，偷了个什么东西，那东西可是关系到整个镇子的命脉啊。第一个小混混继续说，一边还不忘四处张望，为的就是增加话语的可信度。不久，叶枫就在闲暇时听到了风言风语，他微微一愣，旋即表情变得凝重，内心的正义感告诉他，这或许是需要他介入的地方。就这样，陈家的计划开始生效，一步步的将叶枫引入了他们布下的网络。而叶枫此刻正前往乔布斯镇，完全不曾察觉自己已成了陈家利用的一枚棋子。到了乔布斯镇，叶枫立即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所有村民的目光都闪烁着忧虑和恐惧。叶枫轻问一句：“发生什么事了吗？”一位中年妇女紧张地看了看叶枫，然后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开口说道：“不瞒您说，我们这里确实遇到了大麻烦，有股不知名的势力闯入我们镇上，偷走了村中的水晶石，那是我们镇子的保护物，有了它才能保证我们村庄周围水源的充沛。”另一位年长的男子接过话头：“是的，没有了水晶石，我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那些人还威胁说，如果我们不能在1周内筹到足够的金钱，就会对我们村庄做更恶劣的事情。”一旁的青年男子紧握着拳头，愤怒地说：“我们这些普通村民哪里筹得到那么多钱？这完全是无理取闹。”叶枫的眉头紧皱：“你们能描述一下偷走水晶石的那群人有什么特征吗？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村民们相互看了看。那位中年妇女继续说：“他们大多穿着黑衣，非常狡猾，来无影去无踪。不过，似乎有人在山林中看到过他们的藏匿之处。”叶枫点了点头：“请大家先不要担心，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找回水晶石，并让那些人付出代价。”说完，叶枫转身向着山林的方向走去，心中却在思考，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没有那么简单。当叶枫进入山林，他迅速地找到了一些微小的线索。他发现了一些精神力的痕迹，还有一些奇怪的脚印，这些痕迹都引向了山林深处的一个秘密洞窟。他感觉到犯罪者们可能还留在洞窟中。他悄然无声地接近，找到了洞窟的入口。他悄悄地潜进了山洞，他隐约看到了黑人们正在互相商谈着什么。叶枫掩藏在洞窟的阴影中，聚焦精神力去聆听黑衣人之间的对话。交易就要成了，那村子的人肯定筹不到那么多钱。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黑暗处传来：“嘿，确实，等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整个村庄，水源全归我们管。”另一个声音得意地回应。叶枫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伙人不仅仅是简单的盗贼，背后还藏有更大的阴谋。他意识到，这场盗窃不是单纯的恶行，而是深层次的夺权与控制。这让他想起了陈少之前的邀请，心里不免生出了疑问，这是否跟陈家有关？于是他静静地退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地方，默默地记下了黑衣人的特征和他们的计划。在叶枫悄悄退出洞窟之后，他制定了一个方案，不仅要为村庄收回水晶石，
还要瓦解这股威胁乔布斯镇的势力。他首先返回村子，召集了所有村民。他解释了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号召村民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对抗敌人。叶枫利用他在修仙世界学到的知识，他布下了一个简单却有效的陷阱，在足够引诱盗贼团伙的同时，保证村民的安全。等到天色渐暗，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那帮身穿黑衣的盗贼们悄然接近乔布斯镇。叶枫轻声对隐藏的村民们发号施令：准备，等我的信号，一起行动。当黑衣人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奇怪的立场中时，已经晚了。这是叶枫利用所学布置的简单阵法——幻影阵，能够使进入者产生混乱与错觉。这是什么魔法？一名黑衣人惊慌失措：出来！到底是谁在暗中算计我们？另一名头目模样的黑衣人怒喝道。在幻影阵中，黑衣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中，他们的视野扭曲，彼此的面容变换成了可怖的妖魔面孔。这里到底是哪里？一个低阶的小喽啰尖叫着，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开始乱撞。别碰我！你不是我们的人！另一个黑衣人挥舞着手中的刀剑，却不小心砍向了自己的同伴。那个被称为头目的黑衣人则试图保持镇静。冷静，都给我冷静！这是幻术，可幻影阵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幻觉之中。周围的树木变得如同活物般扭动，风声中充满了悠悠的低语，让每个黑衣人都以为自己被困在了无边的噩梦之地。正当他们乱成一团的时候，叶枫的声音犹如来自高处的神明一般响彻整个幻阵。他冷静而威严地宣布：这是我布置的幻影阵，盗贼们，你们没办法逃出我的手掌心，投降还是继续挣扎，你们自己选择。当叶枫的声音响起时，所有村民一齐出现，将困惑恐慌的黑衣人们一网打尽。随着盗贼们的彻底失败，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出，他们手持农具、简陋的武器以及由叶枫制作的特殊拘束装置，成功的将所有黑衣人捆绑起来，不再受到幻阵的影响。村民们的脸上绽放出振奋和胜利的笑容。我们赢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尤为响亮，回荡在静静的山林中。然而，叶枫并未随着村民一起庆祝。他步上前去，眼神凛然地对着被捉的头目说：现在你们应该清楚自己的处境，告诉我，你们背后是谁？盗取水晶石和威胁村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黑衣头目挣扎着试图保持最后的威严，阴沉沉地回答：哼，你以为捉住我们就能结束吗？我们虽然是小帮派，但是你们认为我们为什么可以存在这么久？正是因为我们的长老已经是武者的境界，等他来了，便会一一收拾你们。劝他还没来之前，赶快放了我们，或许还能饶过你们的性命。在黑衣头目言语中的威胁，并没有在叶枫心中激起太大的波澜。武者境界，叶枫微微一笑，他对众人说：一个真正强大的武者是不会允许其门下成员如此欺压百姓的。叶枫转向被捆起来的黑衣头目说道：我放你走，回去通知你所谓的长老，让他带着水晶石回来救你们的人。黑衣头目显然没有预料到叶枫会如此应对，头目沉默了片刻，显然在衡量叶枫的话是否可信。最终他挣扎着站起身来，目光在周围村民的脸上扫过，见到无一人反对，这才放下心来，点了点头。在黑衣头目离开后几日，一名身穿络腮胡的中年武者真的来到了乔布斯镇，手中拿着那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水晶石。他的步伐沉稳，一双深邃的眼眸不断观察周围的环境。叶枫走上前来，面色如常，他的气场中不带敌意，却又充满了不容忽视的坚定。我是叶枫，请问阁下是？络腮胡中年男子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声音沉稳而强硬：我是天生武者陆霸，听闻你们捉了我的人，今日特来取人。叶枫微微一笑：陆前辈，这水晶石是镇子的保护物，必须归还。至于你的人，只要保证日后不再为恶，自然可以离开。陆霸目光闪动，小有好大的口气。既然如此，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话音刚落，他一跃而起，速度之快
令在场的村民都大吃一惊。他的身影几乎在一瞬间就出现在叶枫的面前，一拳猛烈地挥向叶枫的胸口。这一招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凌厉的内劲，是陆霸在武林中闯荡多年的积累与沉淀。风雷破！陆霸大喝一声，他的拳劲似乎将空气都撕裂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叶枫面对这迅猛的攻势，丝毫不慌，轻轻侧身，巧妙地避开了这致命一击。他的态度似乎在告诉众人，真正的高手在于以静制动，沉着应对。陆霸见猛攻不成，顿时变换了策略，手掌向外一翻，变拳为掌，掌锋携带起一阵更加凌厉的旋风，招式连贯流畅，毫无停滞。他的掌势如同狂风暴雨，无孔不入，力图将叶枫困在风暴之中。暴风雨涌！陆霸喝道，他的每一掌都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狂猛而极具破坏力。然而叶枫不仅身手敏捷，更是善于利用对手的力量。在面对陆霸的暴风雨涌时，他身形微微一晃，仿佛一株在风中摇曳的柳条，轻松地化解了这凌厉的攻势。这时叶枫反攻出手，右手轻轻一转，内力运转，指尖便蕴藏起点点星光。星辰指，他轻声念道，随后一个轻盈转身，他的指尖轻轻触过陆霸的手臂经络。陆霸只觉一股微妙的力量从手臂传入体内，一时间竟让他的内力有些运转不畅，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陆霸这才意识到，叶枫的实力远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村民们看到叶枫如此表现，本能的恐惧逐渐被希望所取代。他们感到这个年轻人或许真的能保护他们。在对决的间隙，陆霸稍稍回了几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显然被叶枫的招式所动摇。他重新审视眼前的年轻人，眼中不再是刚开始的轻视和自信，而是掺杂了几分认真和探究。你这星辰指倒是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小镇也能遇到如此精妙的内功。叶枫则微微一笑，平静回应，每一位武者都有自己的追求和修行之路，我的星辰指只不过是我旅途中所学的一点皮毛而已。陆霸听完叶枫的话，却仍旧带着一丝武者的傲气，星辰指只是皮毛？叶枫，或许你真的有些能耐，不过在江湖上，单凭一两手绝技还远远不够。说罢，陆霸深吸一口气，双手汇聚周身的内力，气势如虹。接着他忽然挥手向前，似乎空气都为之一震。狂龙逆转！他大喝一声，从他的掌中喷薄而出的是一道比暴风雨涌更加凌厉的力量波浪。这股力量仿佛一条盘旋的龙，试图将一切吞噬。叶枫面对陆霸的绝招，静静地观察着来势。在那股力量即将触及他的瞬间，叶枫轻轻一跃，身体如同漂浮的羽毛般轻盈，巧妙地避开了攻击，几乎是在陆霸的力量顶点轻巧地做了个翻滚，稳稳落地，展现了他对自身能力的精准掌握和深厚的内功基础。陆霸的脸色变得恼怒，你这样躲来闪去，这场战斗要打到什么时候？如果你自觉不是我的对手，那就乖乖的认输，把我的人放出来。叶枫面对陆霸的挑衅和不满，他只是淡淡一笑，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似乎更加激起了陆霸的斗志。陆前辈，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呢。说罢，叶枫也凝聚起自己的内力，但与陆霸的气势如虹不同，他的内力波动更加细腻，仿佛是清泉在时间穿行，既有力量之美，也有智慧之光。叶枫轻步向前，似乎是和陆霸正面交锋的姿态，但在即将接触到陆霸的瞬间，他身形一转，化为数道残影，这正是他独创的幻影步法，在陆霸眼前留下一道道迷惑的影像。叶枫已经轻松绕到了他的背后。星辰漫步，叶枫低声细语，接着他的指尖再次聚集起了那微妙的光华，一股温和而强大的内力随着他的指尖轻飘飘地接触到陆霸的后背穴位。陆霸只感觉后背一阵麻痹，全身的内力仿佛被一种奇异的力量牵引，瞬间无法自如运转，身形瘫软地倒在了地上。随着陆霸倒下，叶枫轻描淡写地收回了手指。叶枫走到陆霸身边说道：
交出水晶石，并保证以后不再侵扰这个地方。我的确小看了你，叶枫。陆霸说，这颗水晶石是我们的错误，我保证，今后我的人不会再来这里。叶枫接过陆霸手中递出的水晶石，陆前辈，这次你们突然对乔布斯镇出手，只是为了这颗水晶石吗？有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你们这样做？陆霸缓缓抬头，面对叶枫的审问。叶枫，我能理解你的疑惑，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这颗水晶石对我有一定的用处，所以我才会下达指令，试图将它夺到手。叶枫看着陆霸，他稍微沉吟了一下，心里思考着，就算怎么问，应该也问不出来什么。好吧，带着你的人离开。陆霸立马起身，指挥着他的人开始离开乔布斯镇。叶枫把水晶石交还给村长，并对村民们说，现在麻烦已经解决，但我们还需要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不能指望每次都有人出手相助。今后我会教你们一些自卫的技巧。而叶枫的名字也开始渐渐在附近的镇子里传开来。